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吴征发言人、林珍宇议员、蓝轩小姐、王宏威委员、徐宏庭议员、唐湘龙先生。好，洛杉矶，这个暴力事件还继续在发展了，其实没有停啊，所以这个市中心以及部分地区的宵禁继续执行。以前宵禁都是那种戒严地区来执行宵禁，美国洛杉矶这么大的城市，洛杉矶有400万人，整个加州这个1000多万独立起来是全世界第4强的这个国家这样的都市居然搞到实施宵禁而且呢，这个现在不只有洛杉矶，它扩展到19州都有人在那边抗议了洛杉矶宵禁，那有些人宵禁还不回家加上反正在打警察等等，扫荡了330个移民200个人是因为不管宵禁继续在街上所以呢被抓了那将近400个了其中有330个是无证移民那政报指挥官说，美军有权利抓人，陆战队很快就会进入市区，但不会配备实弹，没有实弹。但陆战队这个身经百战，那个训练是很严格的美国前总统基本上不太讲话了，不再其恶不谋其政。但是克林顿看不下去了，他说：“你川普对付加州，用什么样的方式赶快你最重要是赶快平息局势嘛，对不对？那这个克林顿说，川普之所以插手，是为了抨击加州，就是你制造一个事端，本来没那么严重的，加州不能解决，加州之前也发生很多事情，也都解决了，对不对？他可能有他的方法，那你说不行这个州长无能，然后就派国民兵来然后把事态扩大。如果你要联邦化军队，应该在发生重大天灾的时候，或是呢地方执法跟维安人员认为是情况失控的时候，你才要去啊。你现在根本没有嘛，对不对？你把这个事情搞成一个媒体秀，你在作秀嘛，你在搞什么大火的时候，你又派多少人去？你又派国民兵去你又派陆战队去吗？好，那么现在呢，反 ICE 不是兵ICE 是兵，是真的移民跟那个海关的这个单位了川普说也要派兵镇压其他城市，谁给我作乱，我就打你们，派兵去6月14号，很多个组织在那边办活动。为什么6月10号？川普生日。6月10号是川普生日，同时美国大阅兵。所以在这一天呢，哇，大家好，一起来这个共襄盛举，来闹你一下那他们举行的游行的这个标语叫做无王日No King's Day。你川普要当国王美国已经没有国王了，而不是英国以前还是什么国王，没国王所以呢，在各地要举行超过1500场的无王日的活动，各地都有那川普说，你们如果敢在我阅兵、我生日庆祝的时候，你如果敢过抗议，我要强力应对。为什么呢？这些人讨厌美国，我们国庆你在闹什么？那不讨厌国庆吗？讨厌国庆就讨厌美国讨厌美国就抓你把你赶走当时呢，他要抓这些加州移民，说是入侵的敌人，这些都是入侵的敌人然后呢，记者有问了说到时候你会容许和平抗议吗？白宫的这个新闻秘书李维特他说：“你这什么 ？What a stupid question！ 你说问什么问题？多笨那桥水的这个基金有一个叫达利欧，他写了一本书，他说呢，这个国家会有6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个混乱，然后权力集中，有一个强人出来了。第二阶段，这个强人呢致力于基础建设、生产力，经济好了，快速增长。第3阶段，经济达到高峰第4阶段，债务膨胀、金融投机、政治极化。第5阶段，债务危机、社会激化，政府的能力被质疑。第6计划又来革命了，内战或是战争。就他说，美国已经到第5阶段然后接下来就第6阶段，我们看一下。抗议民众将垃圾桶推向镇暴警察，人在现场的澳洲记者却被流弹波及。一时间，摄影机拿都拿不稳，还好记者有所准备。
Just moments ago, essentially what we've been seeing is that we saw police officers and CHP blocking this area. All of these people are trapped off of the 101 on both sides of the freeway because protesters right now have taken the 101. 至于美国 ABC 电视台的记者则直击抗议人群霸占加州101号公路，还有人遭警方撂倒在地。Every American citizen deserves to live in a community that's safe, and ICE agents need to be able to do their job. 眼见事态扩大，美国防长甚至开始考虑要扩大派兵到其他城市，因为抗议正横跨全美，从西雅图再到芝加哥，甚至是亚特兰大。这场运动正在遍地开花。We do not want them here at all. The governor said we do not need them. The mayor said we don't need them. 只是民众把派兵视为威权与恐吓，议员也质疑不符合比例原则。Why are you sending war fighters to cities to interact with civilians? 如今川普政府没有收手迹象，就怕很快从地方抗争升高成全国性冲突。好像以前黑白抗争的时候有过。越战的时候有过，越战打到后期啊，这个大学生啊、年轻人反战啊，就觉得跑到越南这是什么地方啊？我干嘛去送死啊？很少看到这么大规模。当然，警察打死白人警察打死黑人也有一段时间抗争，但是好像没有像今天这个样子。来，向文总看。因为执法的手段不一样，在越战的时候，那时候的反战的时候，美国甚至还发生过一些打死大学生的悲剧的。那现在的我们所看到的抗争啊，固然对从一个非美国的角度来讲，看美国现在乱成一锅粥，大家就看戏嘛，看热闹。何况呢，美国向来是一个喜欢对于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指点，喜欢以一个审判者、指导者的姿态，尤其对华人来讲，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19年的香港。2019年的香港，你看美国多兴奋，你看当时的裴洛西多兴奋，你看在当时呢，不管是美国、英国、澳洲，包括台湾的蔡英文多兴奋。在当时呢，对于香港所有的描述，今天回头去看美国的时候，美国不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从头到尾呢，只有呢警察权，没有动用武警。大陆方面来讲，不要说呢，解放军连武警呢都没有。到边境演习之后，一直呢都没有进来。所以你今天回头去看，在当时。我还记得新加坡的当时的总理李显龙的夫人，呢，还曾经发了一张呢对于香港警察执法的时候的同情的照片。好，这种的逻辑就是说，今天回头呢去看美国的时候呢，大家除了对美国不会有任何的同情，大家只会想说孰令置之。虽然目前呢，从加州呢为中心往外扩散了19个州呢，30个呢大型城市，可是因为它是一场呢对非法移民逮捕行动呢所引发的抗争，我觉得在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对抗行动当中来讲，所有的诉求呢还不够统一，还不够清楚，所以呢很难变成是反战或者是之前黑命贵的那种的动能。黑命贵呢是有很强烈的社会情绪的，但是目前你看到的这种的社会情绪呢还不明显，它比较是一个民主党的政权保卫战。换句话说呢，民主党呢在遭遇到一连串的选举挫败之后，那既然你已经动到了加州，动到了纽约这两个呢民主党的大本营，所以现在呢变成是美国国内的共和跟民主两党呢之间的对决。而民主党，你至少看到克林顿，至少看到民主党的大佬陆续的站上台面，就是呢召唤了民主党的传统的支持者。如果召唤成功，那美国呢这一次的民主内战就有进一步扩大深化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能够召唤出呢民主党的核心的支持者，这个事件呢要扩大是很困难。毕竟到目前为止，美国是一个没有枪支管制的国家，枪口比人口多。可到目前为止，当你还是看到呢
石头，然后呢，像是橡皮子弹，还没有真刀真枪的时候，事态呢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你说黑白那个时候是黑人，美国10几%的黑人本身的权益这个被打压嘛。越战的时候那是年轻人要去上战场嘛，哦，白人警察打黑人的时候也是黑人，现在是移民了，移民数量到底是比较少嘛？哦，移民跟黑人跟移民是不等号的。那所以这次比较激烈，在洛杉矶都是那种拉丁裔啊，因为那边的移民那个比较多，从墨西哥那边来哈，所以会变成一个全美国的这个整体的运动哈，还要观察了哈。是他可能因为真的关心的也许就是少数人嘛。来，洪薇。这个川普从1月20号上任以来，其实短短不到5个月，第一个在全世界呢，大家鸡飞狗跳，因为贸易战。那么同样的，国内也非常不安宁。其实洛杉矶过去当然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暴动啦，什么就零元购什么等等之类。可是像这样一个大规模国民兵都开进去这样的一个场面终究是少见的。那所以我觉得可能对美国自己本身现在看起来也很激化，这个激化是包含政府跟移民之间的激化，因为它现在主要是针对移民的族群在做逮捕。那现在看起来呢，也使得美国2大党更为激化。那刚才 Clinton 讲了一些话，其实我这个感觉，我说 Clinton 怎么老这么多？瘦很多，他瘦很多。对啊，他是不是心脏有病？后来去开刀，瘦很多。看起来蛮憔悴的，他也结石了，他也结石，很憔悴。那他其实就指就是说，美国2个很重要的人瘦很多，一个克林顿，一个蓬佩奥。大胖子就变那么瘦啊？对哦，不，我觉得克林顿可能是身体不是很好哈。还有是减肥，他有刻意减肥有。那医生叫他减肥。现在呢，就是说尤其民主党现在的就是加州州长是 Newsom 嘛哈，那他是民主党，而且现在感觉中央跟地方极为的激化那反正那个川普就觉得我现在要派国民兵进去反正你不行啦，你没有办法镇压等等之类。可是呢，加州州长又非常担心说，你从中央派国民兵只会使得这一场的对立更为激化，所以变成呢，这是一场变成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因为明年那个川普马上也要碰到其中选举，所以他是不是利用这种一种是他的个性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也要激化2党的一个对立那刚才讲说，马上就是川普的生日，6月14号。我本来一直以为川普是狮子座的，结果现在看到他是双子座，双子座，而且在他的生日时候，那个举行大阅兵。有人就跟我讲说，难怪他一直说他喜欢那个习近平，他喜欢这个普丁。有人想说，你是不是有点像习近平化跟普丁化了？你看你对镇压的时候也是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前2天讲的，在那个反送中的时候，香港不是有反蒙面法吗？就说你在那个在抗议的时候，你不可以蒙面，你不可以用口罩。结果现在美国也是一样川普就说我直接要逮捕什么，你戴着口罩我就逮捕你，我现在不要管你抗议什么，你戴着口罩我就要逮捕你。好，这感觉好像这个民主法治国家这样搞法，好像也是我现在好像只有美国看到，所以。现在是不是就是川普自己第一个，他用大阅兵的方式显示出他自己的国力旺盛，好，然后在对内其实用一个比较强压式的方式，可是美国人到底吃不吃这一套？我想这一段时间以来，包括之前在美国各地也有所谓的反犹太的一个抗议，主要是以哈战争，尤其在反对以色列用不人道的方式来对加萨走廊的这些老百姓也好、儿童也好、医院也好，好那一波事实上到现在余波未平。为什么川普会跟这些不管是哈佛大学啊、哥伦比亚大学一直不停的双方对立，也是因为反犹太一直留存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后遗症。那所以不管是反犹太也好，或者现在的一个就是对移民你这样子以不对等、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方式来
逮捕这些你眼中所谓的非法移民，然后甚至派出国民兵，甚至用这样的一个镇压的方式。那待会儿可能大家看到，就是他虽然没有用真枪实弹，但是他用塑胶子弹。像我们看那个澳洲的那个女记者，现场就被打到，然后一边在连线，一边就被打到。后来澳洲政府也很火大，澳洲政府都要跟美国去抗议，因为很多民主国家会觉得说，你镇压不是用这样的镇压的方式吧？那所以你今天激起了一个自己国内的对立，那无论如何对美国来讲，我不晓得川普知不知道所谓的焦头烂额啦。第一个，你经济上因为你搞出来的一个贸易战，然后在经济上面，事实上你的经济是衰退的，现在又把国内搞到如此的对立，也许他觉得我跟你民主党对干，好，对我未来的选举是好的，可是很确定的是，对美国人民、美国社会或美国的经济绝对不是好事情。美国原来是号称是个移民国家了，民主的大熔炉了，所以不管哪一族进来都是融成这个融在一起，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真的，我现在觉得是个烤炉，这个火炉啊，各个民族在里面了，在里面被烧哈。那以前因为美国真的有钱，富足，跟全世界其他比起来，他比那有钱很多，所以他很慷慨。然后呢，帮助别的国家啦，也欢迎你们来到美国啦，等等。他其实美国就是移民国家，早先都是移民嘛。但现在美国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光外债就付了，光他的国债就付了36兆美元了。6月马上要到6兆美元的期啊，要到期了。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双赤字，所以他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对你们那么慷慨了嘛。WHO 他也捐钱也不要捐了，联合国他也很生气，然后想再搞一个，不想跟你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因为自己穷了，他就没有能力照顾别人。以前欢迎移民，你们来啊来啊，现在呢排斥移民，因为我都日子过不好了，我还欢迎什么移民呢？所以你很难想象美国现在变成，就是他自己的国力衰弱，从这就看得出来。所以现在变成总统要抓州长，说把纽扎去关，州长呢要告总统，总统要起诉总统。什么个国家？洛杉矶这么好的地方，那么大几个大城市，像变成战场一样哈。美国怎么变成这样子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中美呢在伦敦谈了2天，第一天谈6小时，第二天谈到深夜说达成协议了。这川普宣布的谈得非常好，达成协议了但是我一看美国对大陆科55%，现在才35%，科55%关税，大陆美国维持10%的关税虽然还需要川普跟习近平批准，那显然他们谈的差不多了嘛那美国为什么大陆为什么可以接受55%的关税？这蛮奇怪的另外它的稀土会放松7种很重要的稀土呢，然后放松管制就可以卖到美国了。那美国说接受大陆的留学生我想这是什么条件啊？大陆留学生是什么？大陆花钱呢？美国现在很多大学财政很困难，而且美国的大学本州大学in-state 的学生跟外国差很远的学费差非常多的，大陆学生就是交钱的。不过川普还有一个以及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知道其他就不讲了这是讲对他自己有利的。你看我让他学生来让他学生来。好，那白宫说川普很满意他们的框架协议才正在看内容那关税、稀土这都是他们关切的话题了那商务部长这是主张要加税的川普部长说，美国不会把最顶尖的晶片卖给中国，换句话说，美国会卖晶片给中国，只是不是最顶尖的。黄仁勋一直希望说解除他那个 H20的那个管制，有没有解除不知道看起来可能没有那另外呢，55%不会变动。那为什么55%呢？我在想中国也不是笨蛋那些代表。美国代表就跟他讲，我们老板马上过生日你们习近平也马上过生日，差1天我们老板就要面子对不对？那你给他面子，他55%他赢了嘛？55%里面有20%是那个芬太尼的，所以到时候很快你们只要加强一下管制，20%就没有了嘛，20%没有，剩下35%跟现在一样嘛，已经是很低了，从145变55变35，我想他一定是这样，否则中国怎么会接受？我给你10%，你给我55%。因为那个芬太尼里面就占20%，还有一个10%的所有的人都加的关税，所以对中国只是加20%，加10%，再加那个这个20%好，那另外呢，这个贝森特他们说本来一直谈不成
中国也是跟他讲晶片的，说问了20-30次了，结果呢说呢，财政部长提了一个，说好了，那你这跟我们要晶片，那你们那个极音速飞弹，我带几个回大陆去好了，哦，所以大陆不讲话了，意思说美国的极音速飞弹比美国的这个飞弹还好，所以呢，你们有极音速飞弹，你要跟我要什么晶片？真的假的也不知道，反正出来大家各自就这个笑谈中间的一些趣事了啊。美国财政部长说，中国必须要变成可以依靠的伙伴，就你不能变来变去啊，只赚我的钱，不准我赚你的钱啊，等等哈。那稀土居然变成战略武器啊，这事先大家也搞不清楚。那这边讲说，这次谈判呢，瓶颈是北京拖延批准含有非常微量的7种稀土元素哦，那主要是做磁铁。真的，大家没想到磁铁这个用处这么大，发电机也要磁铁，马达也要磁铁，汽车也要磁铁。F-35要350公斤的这个稀土，各种东西都需要这个稀土，特别是稀土中非常现在又便宜又轻的这个磁铁。我们看一下，美国和中国大陆在英国伦敦的经贸谈判正式落幕。我们希望这次伦敦会谈取得的进展，有利于中美之间进一步增进信任。美国总统川普也在社群媒体上用全大写公布好消息。川普说，中国将预先提供所有磁铁以及任何必要的稀土，而美国将让大陆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川普还夸胡强调，对此他本来就没意见。I think what happens is when you put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hone together, it changes the outcome. 至于在税率的方面，框架是大陆将对美征收10%关税，美国则是对中收55%关税，包含20%芬坦尼、10%对等关税基准税率，还有在今年之前就已经征收的25%关税。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如果两国未来的经贸磋商一切顺利的话，川普最早将在9月出访大陆。Dozens of countries have engaged the administration thus far with offers to improve their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ncludes China. 川普解放日对等关税暂缓期将在下个月9号到期，但美国财长贝森特周四向美国表示，川普可能延长对部分国家暂缓加征关税的期限。而川普在华盛顿甘乃迪中心看表演时，还向媒体透露，2周内他还会单方面敲定对各国新的对等关税税率。美国5月 CPI 指数微幅上升，符合分析师预期。川普也趁机再次逼迫联准会主席鲍尔降息1个百分点，而现在传出贝森特有望接任联准会主席一职，但他向国会说，他希望继续担任财长到2029年。那蓝军怎么看？目前看起来最新消息当然就是说，双方似乎是用这个稀土换了晶片，双方呢都各有所获，所以像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所以双方的话呢，目前尤其是美国这个对于这个说是个巨大的胜利。然后的话，川普开心的不得了啊，然后一直说他跟习近平是非常好的，还说呢我们同时就解除了对于这个中国留学生的这个禁令了。他说我向来就是不赞成这个禁令的，那话真的都随他讲啊。但是你真的细细的去分析它，刚刚赵先生也特别讲到了，其实有关于晶片。他们针对一些相关的，像是 H20 NVIDIA 这个辉达的晶片，他们是没有放松的，就真正最好的或者他们觉得关键的，会让中国拿去以后呢，这个就是急速的这个进步的，他们是不给的。反过来说，这一次呢，其实中国大陆虽然有让步，但他让的稀土只让6个月。它只让6个月，好，所以今天你会很妙的发现说呢，美国的股市其实看完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之后，没有反弹。4大指数都是下跌的，所以呢，其实进一步你去看市场的分析，他们都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只是呢在原地打转而已啦。这个接下来的话呢，不确定性还很多啦。现在的话呢，搞不好呢，短期之间缓和，几个月之后又要再打了啦。好，这个他们的说法，我觉得是有它的道理所在的地方，在于说，其实这一场危机跟这一场的谈判，基本上是川普自己创造出来的。因为稀土的退让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晶片的退让，稀土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中国大陆因为美国的关税战，所以突然之间呢，用报复的方式反制它，所以列出一个稀土的禁止出口令。那反过来说，这一次美国说要取消的一些什么半导体的设计软体啦，一些什么飞机的零件啦，一些什么化学物品啊等等，也都是5月份才宣布这个禁令的。所以说穿了，这些所谓的禁令现在放宽了，但它当初禁止也不过是在过去1-2个月当中禁止的，都是因为关税战发生之后才出现一个你反制我，我反制你，你报复我，我报复你这样子一个东西。所以回过头来看，中美之间原本
最深层的这个角力，或者说原本架构性的竞争，包括先前的一些包括说讲的芬太尼的问题也没解决，然后呢，钢铝铁的这个关税20%还在那个地方。那这个等等，还包括了一些汽车的关税，也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原本该解决问题都没有解决，这其实相当程度的这一场今天的谈判，我觉得其实有点荒谬了，就说像是川普制造了一场危机，然后他宣称他自己解决了这个危机。所以呢，这55%的关税怎么来的呢？我看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说，芬太尼20%，对等关税20%，还有25%呢。2019年的时候，川普1.0的时候，他宣布对他们课征25%，把这个也加上来，所以这个川普在口头上面一定要占上风就是了。明明其实都是原本就有的，他旁当通加起来说，你看，他们才课我们10%，我课他55%。所以某个程度来说，我认为这一场谈判到现在为止看起来双方皆大欢喜，但是凸显出来的是，第一个，中国已经拿捏到了对美国的一些对应的方式了，他知道稀土的管制他会痛。所以他目前来讲没有完全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看在过程当中，其实中方还是一样相对的强硬。第三个你会看到呢，其实美国总统川普，我觉得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讲到的，为什么他用那么强烈的方式去镇压这个加州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冲突跟示威抗议，你说这叫暴动吗？330个移民需要2700国民兵加入战队去吗？所以某个程度来说，这也是一个川普人为的危机。他就是要拿这个东西来塑造一个说，他针对深蓝的州来开刀，他把他自己在一些政绩的无能，包括说现在关税基本上已经停摆了，包括跟中国大陆之间也不过在原地踏步而已，包括这个效率部跟这个马斯克翻脸之后，到底效率部砍了多少预算，也没砍多少。这对于川普来说，一个几乎一事无成的总统，你只有转移焦点嘛？所以某种程度转移焦点就是美国的内战发生。现在这个社会其实蛮奇怪的，特别是美国，就是有时候你自己放火，然后你自己再去救火，然后你就是英雄。川普在加州的模式是这个样子，在关税上何尝也不是如此？你看，从一开始在关税上面，其实已经讲了非常多次了。我觉得市场现在大部分还没有反应，就是说还在等，就是说到底你川普到底谈了些什么东西？因为55%的关税从一开始大家看到表面数字上面，大家会认为就是说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同样在日内瓦的贸易的谈判跟在伦敦的谈判，贸易谈判代表最大的头都是何立峰。何立峰在日内瓦是有讲话的，在伦敦目前还没有出来讲话，所以这55%按照刚刚蓝轩姐讲法，因为现在公开的确实是这样，川普是把那25%多加进去了。其实如果我们从今年度开始的谈判来看，还是25%。还是30%，甚至你再把芬太尼减掉，其实就是10%。那也就是我过去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大陆最能够接受，就是他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希望回复到以前 WTO 时代的非歧视性原则，也就是大家都10%，那是他可以接受的这个部分。而就像过去我所提到的，就是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他不会去得罪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因为工厂要制造，它才能有赚钱，所以美中的这个对抗其实是一个不对等的对抗，因为中国大陆不想赢美国，它什么叫做赢？我能够继续卖东西就叫赢，我不能继续卖那么多东西我就输了，所以他根本不会想要掐死美国或让美国倒，所以在稀土上面，他为什么最后会选择他会放？这个就是源自于过去在2018年，川普在跟他做第一次的所谓的贸易对抗的时候，中国大陆就说：好，如果美国未来要针对我做这些事情，我一定要有一些办法让他不能够这么样的对我予取予求，我一定要挡住他，我只能挡住他，我没办法赢他，因为我不可能赢我的买家，因为我要卖东西给他，否则我自己的经济也会出问题。那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状况。所以目前所有人在看这个问题上来讲，我觉得川普的嘴巴会是整个关税谈判里面最大的风险。因为第一，其他国家的时序也快到了，而川普现在也讲了，不排除要像抖音一样，要像这一次的这个美中一样，继续延。那对15个国家有初步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我还是回归我们过去一贯的论调，就是当英国它最好的朋友是10%，中国大陆扣掉芬太尼的部分也是10%，我认为接下来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能够接受10%，那这样就能 soft landing。可是川普如果还要继续逞口舌之快，告诉大家55%的时候，中共他自己官方可能在民间他也压不下去，其他国家像日韩跟越南这些国家对他来讲拖越久越好，以拖代变是他最希望的。那整个关税又会有问题，关税如果有问题，美债就会有问题，美债有问题，降息可能也会有问题。那这样的一连串的状况对金融市场也都不是好事情。川普跟中国达成框架协议后，他有讲了，
他说跟我贸易最多的这10几个国家呢，我们正在谈，赶快给我协议哦。像欧盟很有诚意，所以呢7月9号虽然3个月到期，可以继续延哦。你们如果没有诚意，不给我提条件的啊，那看着好了哈。所以看起来那其他国家都会给他一个建议嘛，提议你也许同意，也许不同意嘛。所以看起来那个7月9号他那个90天可能还要往后延。休息一下再回来。